林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还有，你怎么发现尸体的？我今天约了达森出去的，冯望山的儿子冯达森。但是到了他家门口，摁了半天都没人开门，我就探头往里看，看到地上有一对脚，所以就推门进来，就看到冯太太躺在地上，满头的血。你怎么知道是冯太太啊？我前几天来过这里见过她。晶晶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阿姨，是他发现尸体。不用怕，在这儿等我。尸体在哪里？在那边，我带你过去。娇娇，习惯一下，没事的。体温下降了1度左右，大概死了1、2个钟头。从表面伤痕看来，死者应该是头部受到严重的撞击致死的。老大，冯先生赶回来。我过去看看他吧。你还好吧？我们对不起啊，真不好意思。不要紧。何况我第一次看到尸体的时候，也跟你一样害怕。还好那天啊，我带了话梅，才撑下去，没吐的一地都是。真的？真的，来吃颗话梅嘛，含着它会好很多的。谢谢你啊。冯先生，我是曾家园督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在电话里也没说清楚。你冷静一下，冯先生。我们初步推断，你太太被谋杀，现在在花园里。他跟人无冤无仇，谁会害他呢？冯先生，你检查过有遗失吗？老大，我们都巡视过了，没有被翻过的痕迹。这就怪了。既然不是劫杀，那么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？三姐，今天1点到3点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我12点钟的时候，我儿子带我去看医生。我早就跟冯先生请了几个钟头假了，你不信可以问冯先生。对，三姐在2天之前已经请假了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三姐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们照例问问而已，不是怀疑你。对了，冯先生，今天1点到3点，你去了哪儿？再过2天就是我亡妻的生祭。1点钟，我约了儿子吃饭，接着我们去赤柱坟场拜祭我亡妻。那你呢？我12点15分出门，那时候妈还好好的，早知道我就晚一点出门了，妈就不会死了。别怪自己。死者致死的原因是头骨破裂，引致脑部失血过多而死。肩膀有淤痕，应该被人捉住用力的摇过。捏一下，都弄好了。谢谢。不用，谢谢。佳乔，找我有事啊？是啊，聂医生。过来坐。我有件事想请教你。有事就问吧。我是想问你，为什么你会当法医？当法医是我的理想，也是我的第一志愿。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。但女孩子通常胆子比较小，你不怕那些尸体啊？胆子大小不分男女的。啊，对啊。所以我今天来呢，是特地想来向你请教，可不可以教我把胆子练大一点，就是不怕那些尸体？其实一个人最要紧的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很清楚我的工作是验出每一位死者真正的死因，不能让他们死得不明不白。
所以我每次工作都会非常的专心。当我专心做事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有空害怕，也没有时间害怕。我唯一害怕的只是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好。啊，对啊，我以前也是只顾着害怕，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。照你的说法，就是我以后专心的做事，然后慢慢就会忘了害怕了。记住，一次失败不表示就每次都失败。化验报告证实，在阮佩云身上的纤维和附近的脚印全都属于他家人所有，并无可疑。这个凶手犯案的手法可真高明啊！竟然杀了人之后一点线索都没留下来。干脆说这些有钱人造的孽太多，所以老婆一个接一个死于非命。啊，对了，冯望山以前的老婆也是被人谋杀的，抓到凶手了没有？就是邱水天呐，居然不知道，轰动一时啊！你怎么做警察的？哼，一年发生那么多命案，我哪记得那么多啊？凶手会不会是他家人？就算留下任何痕迹，我们也不会留意啊。他先生和他儿子，甚至那个三姐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？对呀，我问过他们的朋友啊，个个都说冯家一家和睦，是个模范家庭啊。阮佩云是冯万山第几任太太？第3任。那冯达森？第1任老婆生的。会不会是他跟后母不和，所以……你别跟演讲似的，有什么证据来支持你啊？说的对呀，难道冯望山花心想再换个太太，所以杀了现在这个太太？哪儿那么夸张啊？照我说呢，是冷血屠夫邱水天和冯家呢根本就是世仇，反正都快死了，干脆逃狱出来再干掉一个喽。哇，大哥你儿子太帅了啊！老大，赶快打个电话去监狱问一问，看看邱水天是不是跑掉了。对呀，正经一点好不好啊？再报告一次他们的行踪。口供指出，三姐的儿子任德明12点从冯家接走三姐，在医务所楼下的餐厅吃完饭之后，2点钟上医务所挂号，等到3点才看完医生。法医推断，死者遇害的时候是1点到3点之间，也表示三姐和他儿子可以排除在名单之外。冯达森呢，他说自己12点1刻离开他家，1点钟约了他老爸冯望山在山顶吃饭，接着到赤柱坟场扫墓，3点半就收到我们的通知，然后就马上赶回家了。有没有目击者看到他们父子俩在山顶吃饭？哦，那可就难找了，因为冯望山说那一天他买了三明治和水果，在山顶的凉亭野餐。哼，他们两个真是父子情深呐，吃饭都跟约会一样。哼，去山顶找找看有没有人见过他们父子两个，还有啊，查查他的水果三明治在哪里买的，有没有目击证人。2552，你的牢房要修东西，你暂时调来这里，你自己小心不要闹事啊，不然自讨苦吃自己倒霉。哦。邱水天不是自杀，他是被谋杀的。上吊自杀只有这条痕迹，这条是被人从后面用力扯而留下的。还有，上吊自杀背后不会有尸斑，他被勒死，仰躺了一段时间才被吊起来的。谢晓，浴室地下是湿的，而死者的背是干的，浴室应该不是凶案第一现场。志奇，大黄是，问问牢房的人，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是 Sir。发现什么？有本染有血迹的日记。叶医生，几点验尸2个钟头之后。
血型是属于 O 型的。死者的血型是 B 型，也就表示日记上的血不是死者的。已经证实了这本日记上面的血并不属于邱水天的。难道是凶手的？可能他们挣扎的时候，凶手受伤滴在日记上。哎，早了几页。请找曾家桥。94年的3月、5月、4月份的那几页真的不见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请问你们知道 Madam 去哪儿了吗？啊 ，Madam 临时到总部开会去了。谢谢。不用客气。请帮我查一下。哦，化验的同事会看好的。他们说化验的那位同事拿到日记的时候，就已经发现少了几页。会不会被凶手撕了呢？干嘛这么白痴？干脆整本拿走算了。也许是邱水天自己撕掉了。哎，对了，狱警点算过，死者遗失了一把牙刷，可能是邱水天挣扎的时候，顺手拿了他的牙刷刺伤凶手。正好血就滴在日记上了。这样推断，那个牢房的犯人一定有人身上有伤痕。站起来，全给我站起来！犯人床位有没有掉过？没有，和邱水天死的时候一样。麻烦你叫他们把上衣全都脱掉。没问题，你们把上衣脱掉。去看看。老大，别动，放开他！别乱来啊！把牙刷放掉！你过来，别乱来，不然我就杀了他！好，把牙刷放下，放开他！你想干什么？喂，阿 Sir 在问你，别在这装聋作哑。我现在再问你一次，你左手背的伤是不是杀邱水天的时候他挣扎拿牙刷刺伤你的？哎，你要是再不说，小心我们再告你一条袭警罪，到时候再坐1、2年牢，你可别后悔。还有啊，我老大的老婆是法医官，到时候抓你去化验，就什么都一清二楚。16457，请你跟警方合作。是啊是啊，邱水天是我杀的。为什么？有心病啊！全牢房都知道我们不和。跟那有心病就杀人呐！大嘴儿，你不知道啊，这家伙最讨厌了，从早咳到晚。天哪，他不睡觉，我可要睡呢。还有啊，那天在浴室故意撞我，要是你也会生气啊！这样。睡到半夜又被那王八蛋吵醒了，我越想越气，就去勒他。就这样，他就死了。我原来只是想警告警告他，谁知道他这么没用啊！后来你就把他的尸体搬去浴室，弄得他像自杀一样。是啊，我等了2个钟头左右，看到牢房的人都睡了，就抬他到浴室。阮佩云右臂上的牙齿印和他自己的牙齿并不吻合。进来。哎，该喝下午茶啦。不了，很多事要做。阿美，你去吧。哎呀，上吊也要喘口气嘛，什么大案子啊？是富商冯望山刚刚去世的太太。牙印儿？为什么你一看就注意到这个牙印呢？因为我觉得奇怪呀。为什么呢？冯望山第2任太太陈美芬遇害的时候，我在那叠相片里面看到她身上也有个牙印儿啊。在哪个部位？好像在肩膀上，不过是左右就不记得了。因为那个案子不是我负责，而那个牙印很深，所以我才有印象。我也记得这个案子，没多久那个冷血屠夫邱水天落网，承认了这个案子也是他做的。是啊。他突然之间告诉我，其实冯望山的第2任太太陈美芬并不是他杀的，
因为那个时候他逞威风，所以才承认的，说的跟真的似的。陈美芬死的时候，右面肩膀的确有个牙印，看上去是很像。死亡时间94年4月17日。94年的3月、5月、4月份那几页真的不见了，怎么回事呢？也是94年4月，怎么那么巧啊？为什么2名死者的身上都有牙印呢？而且秋水天的日记少了的那几页，就是陈美芬死的日期，也就是94年的4月。看来像是同一个人做的。谁跟他们有这么深的仇恨呢？我想事情不会这么巧吧。不过谁是凶手呢？秋水天的日记少了的那几页，很可能是有人收买陈福去撕掉的。可是陈福有什么好处呢？他又不可能放出来。他家里的人呢？哇，说不定有车子有房子在做生意了呢。有钱的可以收买陈福，到底会是谁呢？失去的那几页日记，就是冯望山第2任太太遇害的那段日子。而冯望山呢，是靠他太太陈美芬起家的。你们说可不可疑呢？是他收买陈福。你去监狱试探陈福，看有没有收获。2位请进来。好，谢谢你。老大，你说那个家伙会不会合作呀？他肯定不会合作。Madam叫我们来，能不来吗？中义，16457带来了。16457，你坐这儿。曾 Sir 有话问你。我先警告你啊，我没什么耐性啊。喂啊，小二 Sir，要说的上次已经说完了，你还来问我？好啊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。16457，你什么态度？